如果就是这个冲突继续升级的话，那很有可能俄罗斯还会向白俄罗斯提供更先进的武器，也不排除部署核武器这种可能。大家好，我是曹伟东。最近呢，俄罗斯呢准备向白俄罗斯提供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那么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向白俄罗斯部署或者提供这样一款就是地对地的弹道导弹呢？因为我想这个跟俄乌的局势直接有关系。还有一个呢，就是和北约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这种威慑围堵有关系。因为过去就是美苏时期就是两个大国争霸。后来呢，是美俄之间呢存在着一个就是中导条约，就是中短程弹道导弹的条约。这个条约呢，就是要限制当时美国和苏联，后来呢是美国和俄罗斯就是地对地的这种中短程的弹道导弹的发展，就是他们是两个核大国，那么这个核武器的数量是足以把对方毁灭掉的。那这个呢，主要是用洲际导弹或者是这个比较射程远的导弹来威慑着对方那为了减少就是有一些相关核武器的这些就是开支，或者是说这个地对地中短程的导弹的这种打击的距离很近，它的这个擦枪走火的概率比较高，所以限制呢地对地的这种导弹的发展。那这种导弹呢，主要是指射程500公里到5500公里这样的一种导弹，而且是陆基的。你比如说美国它使用的战斧巡航导弹，那射程基本上是1-2000公里，很显然是在美俄之间就是限制中短程弹道导弹的这个范畴之内的那这个为什么不受限制呢？因为它是从海基发射的，就是这种导弹呢，它是从潜艇上或者是水面舰艇上，比如说巡洋舰上或者是驱逐舰上它发射的，那它这个就不受限制。包括这个俄罗斯它的口径巡航导弹也是可以达到1-2000公里的，这个也不受限制。那为什么要限制就是这个地对地的呢？因为这个是属于它在陆地上可以移动发射，而且呢可以搭载就是常规弹头和战术就是核武器弹头的。那本来呢这个双方是有这样的限制的，但是由于美国呢就是撕毁了中导条约，就是不再限制，那俄罗斯也不能把自己束缚起来所以呢就发展了伊斯坎德尔这种陆基导弹。因为原来呢它的射程在490公里，因为你限制的是500公里以上的，它正好不在500公里以上。那么这样一款导弹，只要它加注更多的燃料以后呢，实际上是可以达到超过500公里这样一个距离。那么它的有效载荷呢也可以达到1吨左右，也就是说可以搭载战术核弹头。那为什么现在要把它部署或者是说放到这个白俄罗斯呢？因为现在当俄乌冲突以后，北约不断的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而且这些装备的射程越来越远，从最初的就是反坦克的这种标枪导弹，到后来呢提供 M777这样的就是155口径的榴弹炮，后来呢提供了海马斯，因为海马斯的这个火箭炮的射程呢可以达到70-80公里。如果加装导弹呢，可以达到上百公里，那这直接就可能威胁到白俄罗斯的安全，就是你打击目标的时候，可能就打到了这个白俄罗斯。那么在俄罗斯它的军队进攻或者是打击乌克兰的时候，如果白俄罗斯受到了打击怎么办？他也不能说我出兵，我就直接杀到乌克兰去，那我总要还击吧？你从哪儿打的？所以这个伊斯坎德尔导弹就成为很有效的这个打击武器因为它部署在边境上之后呢，可以有效的对付它和这个北约国家，就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它的这个就是防卫。还有一个呢，可以对乌克兰，如果要是打白俄罗斯的话呢，它可以用这样的装备呢来进行还手。再有呢，像这个 S-400这样的防空导弹呢，它可能也要部署，就是既要防陆地上的目标，还要防空中的目标。所以我觉得呢，就是
俄乌之间现在冲突升级以后，或者是这个持久化以后呢，那这个白俄罗斯它如果能够得到像俄罗斯给它提供的这样一些先进的导弹防空的还有对地攻击的呀，就可以保证或者相对保证自己的安全和国防。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时候出台这样的双方的这种协议呢，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当然，这个呢还有待于看，就是俄乌冲突会不会继续的升级。如果就是这个冲突继续升级的话，那很有可能俄罗斯还会向白俄罗斯提供更先进的武器。也不排除部署核武器这种可能。实际上呢，它都是根据就是局势的变化和战场的这个变化呢，来确定双方这种军事交流和这种军事合作的。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